你相信灵魂转世吗？怎样才能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前世的潜意识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提醒说书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在全世界有各种前世记忆的案例有很多，在印度教和佛教也有说，就是如果此生不求解脱，那么永远会在6道轮回当中。那按照这个说法呢，所有人应该要有前世才对。那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前世的潜意识呢？根据相关学者总结了几个有名的征兆。如果你有这些征兆的话，说明就是你在沉睡的潜意识里面有前世的记忆。那今天一起来看这几个征兆吧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世不是在地球，而是在别的星球，但我说不出来这个星球在哪里。但是我可以形容得出来它长怎样。对。那第一个征兆呢，就是梦境。那梦一般都是潜意识的反应，实际上就是很多科学研究表明说，人每天晚上都会做梦。那有时候呢，一觉醒来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过。那并不代表说你没有做梦，而是你醒来就忘记了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大脑在高速的旋转，并不是说你一闭眼，咔，你的脑袋就关机了。而梦境和现实呢是息息相关的，要不然我们怎么从古至今就有一个周公解梦，对这个词啊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总是重复梦到同一个梦境的，或是去过相似的地方，又或者是你在梦里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，却说不上名字，这就证明说你的潜意识里面对这些人事物是有记忆的。那么这些就有可能是跟你的前世息息相关的事情。我如果有印象的梦，我就是立马起床都会赶快打在手机上，或是记下来，就是印象特别深刻，或者是说我起床的情绪非常的波动，非常起伏很大。这种梦我起床都会立刻把它记下来。但是其他的那种比较搞笑的那种就比较就让它过去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自己是只要我梦到我记得，然后我记得那个人，我就会直接传给那个人。就是我梦到什么，然后我梦到你干嘛什么之类，我就会直接打完之后，早上打完然后就传给他。所以我在我的 LINE 搜寻我梦到，就会有好几个人出现，就是我可能梦到谁，我就会打给他这件事情。那再来第二个征兆呢，就是断片的记忆。那这个呢比较常发生在小孩子身上，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戴安娜王妃那个小孩。他会知道说他潜意识的事情，他就是突然有和自己现在生活格格不入的记忆在里面。但这些记忆呢，又不单纯只是没来由的想象。因为这个记忆呢，都会非常的真实。就像我们上一集说到的那个比尔，那个小儿子，他清楚的知道说那一座城堡上面的独角兽图案。再来第三个征兆呢，就是既视感，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感觉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好像会对着某个人说某件事情，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的时候，可能会有某个声音、某个气味，就是你会突然熟悉的感觉出来，但是你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，讲不出所以然。对，就是突然我会闻到某个味道，但是我说不出来它的由来是什么。又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期，就是某一个地域的文化，然后就是你会对它有特别的吸引力，你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。对，像那个他很喜欢法老的那个，没错，就特别喜欢，这个东西。不过也有物理学家说，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可能来自于平行宇宙，而且有大约70% 的人呢，他一生中都会有过一次似曾相识的即视感。只是很多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一闪而过，所以很多人不会去特别注意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我还蛮常有那种déjà vu的感觉。我自己对即视感是非常有感的，是因为我很常会发生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发生比较多，我甚至可以就是直接就是对方要讲什么，我就跟着讲出来。就是我已经知道等一下要讲什么，对我记得他等一下要讲什么，我记得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就照着讲出来，就跟他同时讲出来，然后我再跟他讲说我看过这里。我看过这个，吓到啊！没有，小朋友就是不太在意这种事情。我以为是对长辈还是不是，就是是平辈这样子。对，就是长大会比较少，长大会比较少，就可能看过某个画面，
哦，我看过这里，但我之前没来过，但我知道我看过这里，就这样而已。长大就比较不会特别在意，就对，好，就这样。会有一点习以为常，就好像对，这是即视感，就这样。对，就这种感觉。对。那第4个征兆呢，就是直觉和预知能力。那这一点呢，就有一点像是超能力的范畴啊。它更像是潜意识的一种思考能力。那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我们转世越多次的，就心灵越强的，他的直觉就越准。就是女生那个直觉就特别准，其实也不一定。有些女生就是傻到就是你觉得她脑袋有洞，怎么会就这样想啊？她可能就是比较新的灵魂啊，刚来这边，所以就对，菜鸟。对。但是这个我就没有，就是可能有过，可是我就是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对，我自己是觉得我直觉蛮准的真的就是这个人好人，这个人坏人，我还蛮快的。那我的话可能会是找路，跟这种我都找错。对，我会觉得，我直觉告诉我现在要直走，然后那我就直走，我就会不管看那个 Google Map 就这样。找路应该不用到直觉吧？对，就是可能你想去某个地方，可是你不确定在哪，我就是我直觉告诉我，因为你转弯前你就可能就只有几秒的时间嘛，那你来不及，你可能就是要直觉告诉你往哪走，好右转，然后我就右转，然后就走错了那再来第5个征兆就是超灵感，这一点就是说，就是像人的生理一样有年纪，那灵魂也有它的年纪，而这个灵魂的年纪呢，会随着不断转世，然后不断的累积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人，但是你觉得你的灵魂好像跟周围的人不太一样，就是痛不合，那个频率不太一样。对，我怎么想的特别多？对，我怎么好像比大家年纪大一点，这个对不到频的感觉？那可能就是你的灵魂就接近觉醒的状态，你知道，就是比别人快要升华了，对，那个等级要轻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交友状况有问题。好，再来第6个征兆呢，就是莫名的恐惧跟害怕。有很多时候我们早就遗忘的东西，可能就已经被刻在我们的灵魂里面。所以很多人相信说，这辈子可能无法解释的一些害怕、恐惧，可能是过去的创伤造成的共鸣，就跟那个飞机那个一样，他特别害怕火焰。对。比如说你特别不喜欢某个数字、颜色或动物，其实你的记忆中跟他们没有任何相关不好的回忆，但是你就是特别不喜欢这些东西。这个我有蝴蝶，我就超怕蝴蝶，然后这些事情是完全没有根据，还有来源，跟没有办法解释。这个等一下再讲。了解。在第7个征兆呢，就是终极归宿。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最终归宿不是在地球，因为人对于寻找家和源头都有一个本能的渴望，那是轮回过很多次的灵魂所表达的最根本的诉求，它就是要完成这个循环，然后回家。也就是说，人类的灵魂的根源根本不是在地球。我觉得这很正常。有一种说法是说，人们会很喜欢往天空上看星星。是有一种那种会想看家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我之前有被我的外公托梦过，然后他已经过世了，然后他在梦里面就告诉我说，他要离开地球了。对，然后我当下是当然就是很难过，有点喜极而泣这种感觉。可是我醒来之后，我的第一个情绪是喜极而泣以外，还有一点羡慕。对，我就觉得说，好好哦，可以去宇宙玩。对，可以走，就终于可以走了这种感觉。我当下的第2个情绪是有点羡慕。对，我来讲这个蝴蝶人的梦，它是我的梦，可是我梦过这件事情蛮多次的，就是它不是就是只梦过1-2次而已。对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我记得这个梦，我是跟一个长发，然后很优雅的女生，然后我们住在一个非常欧式田园农场的房子，感觉上呢，我们2个是伴侣之类的样子，但她不是人类，然后我应该是人类，你还没看到自己的样子。对，但我觉得我就是很普通人的样子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2个好像受到什么样社会的压迫还是怎样，就是整个社会跟群体是不支持。不被支持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因此呢，我们必须要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，对，然后有一天起床呢，我就看到他好像变成一个茧的样子，然后在床上，而且感觉好像要破茧而出这种感觉，我当下非常的相信他没事，于是呢，我就先去洗手间盥洗，结果呢，要回来出来找他的时候，发现
这个茧已经剥落了，变得像一个空壳一样。它这个茧不是就像蚕宝宝那样圆形的，而是一个人形的感觉。哦，木乃伊的。对，有点像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的小精灵管家，我有一个管家，然后是小精灵，然后他就跑进来叫我赶快逃，然后跟我说，他们这种种族的人呢，好像破茧而出之后就会失控，然后失控就会去吃人，然后或是把人杀掉，就是有点像九尾暴走这种感觉。但是我当下是犹豫不决，就是深信说，我们感情这么好，他是不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这种。这个时候呢，它的本体就现身了，就长得有点像蝴蝶人的感觉。因为蝴蝶中间就一根嘛，然后也是有点像人那种感觉。那这个时候他就想吃了我，结果我的小精灵管家就冲出来，为了保护我，然后就被吃掉那样子，整个撕掉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情绪崩溃，然后我就穿了一个蓝色的拖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是蓝色的拖鞋，就那个台湾蓝白拖，对，有点像这样。对，反正我就穿着这个蓝色的拖鞋从窗户跳出去逃走。跑在一个绿油油的草皮上，然后外面是就是很漂亮这样子，然后跑着跑着，我就看他也追出来了，然后是恢复成人形状态。当下我认为他是已经恢复意识了，所以我这时候就是想说去找他。结果呢，他是拒绝，并且希望能够我跟他保持距离的感觉，就像是他要我赶快逃跑的意思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非常就是有点分离的那种，就是挥手要说再见这样子。然后我起床的时候，我的情绪波动起伏非常大，难过，对，很难过。然后就是梦到一个很离奇的梦，可是你的情绪起伏是波动很强烈的。但是这个梦呢，我前一晚并没有就是特别去做什么事情，或是追剧、看电影什么之类，这些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没来由的，对，就没来由的，就突然梦到一个这样子的梦。所以我起来就立刻就打在手机上，就是把它记下来。而且这个蝴蝶人的梦不是第一次梦到。对，我还有梦过另外一次是有一个蝴蝶人，可是他跟这个女生不一样，是他有点像是战士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在一个暗蓝色的星球上，跟地球很像，只是地球的天空是非常的亮蓝，是充满光的感觉。可是那个星球上的天空是蓝色的，可是非常的昏暗，感觉被什么东西笼罩了一样，雾霾。对，这个蝴蝶人他就飞在一个很高的空中。然后我跟我的其他人，就是同伴，我的族人，感觉是要被所以就是你不是第一次梦到蝴蝶人。对。然后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害怕蝴蝶的，就是没有来由的害怕蝴蝶。然后之后我有跟我的朋友讲过一些事情，就是有关于害怕蝴蝶这件事情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人也怕蝴蝶的。对，可是比较少人会怕蝴蝶。对。那各位观众，你们有前世的记忆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也许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你的故事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